废话不多说，提及欧洲经典的近亲繁殖的产物，哈堡的卡洛斯二世是永远跑不掉的。在这里，不论及他的让我看看，阳痿、癫痫、脑积水、脱发、失明、耳聋，好吧，对于他来说，他是性感小夏都算是小事了。反正他的爸爸是他的舅公，而他的妈妈得管他的爸爸叫舅舅。啊哈，看起来不过是普通的近亲交配，对吧？问题就出现在遗传学上，旧生女交配的近交系数是0.125。然而，在哈堡家族里，可能都喜欢玩十字军之王的这种基因飞升的缘故，硬生生把卡洛斯二世的近交系数整成了0.254。0.254啊，各位！卡洛斯的父母作为旧生女交配，他们的后代的近交系数比亲兄妹的近交系数还要高呀！我勒个娘嘞！在这里先介绍一下什么叫近交系数。假设一对陌生的祖先父母，他们的基因型分别是 A1、A2、A3、A4，那么爷爷有1/2的概率把自己的基因 A1 传递给自己的儿女身上，那么轻松可得，他们均被爷爷注入 A1 的基因的概率为1/4。然后，假如自己的儿女们之间相互情窦初开交配的话，接着我们又可以轻松可得 A1 纯合子的概率为1/4乘以1/4为16%。而纯合子有4种类型，那4乘16%等于1/4，这里的1/4就是近交系数，来表示近亲结婚的子女源于共同祖先的相同纯合基因的概率。近交系数越大，相应的隐性遗传病的风险率也会越高。就像哇，白花耶，可是我只有这一朵白花。你不是有兄弟姐妹吗？众所周知，作为近代分界线，1453年把这个变成了这个，之后又有2位大仙把这个变成了这个。在这2个无聊的事情发生之前，接着便是马克西米安一世生下了美男子菲利普一世。于是乎，这篇论文的作者发现，哦天哪，我的上帝，看看这性感的下巴，真的值得抚摸啊！等会儿，这家伙好像是第1代耶，这又不是整个哈布斯堡的第1代 ，CK3 入库古玩，中世纪的时候就有，我他妈说是西班牙的。于是乎，科学家就把这一支系整整16代人导进了电脑计算了。接着便是得出开头的那个卡洛斯二世近交系数为0.254的结果啊。结合这张表，我再讲一遍，确保大家都能听懂。卡洛斯2号的爸妈、舅舅和外甥女，但是他们的产物相当于哥哥和妹妹的产物，这就意味着卡洛斯2号获得遗传病的概率比同龄孩子高起码80倍。嘿，这里我抛出一张表，聪明的观众朋友们马上就能意识到，哦，那就意味着卡洛斯二世在这7种病中发作概率肯定比表兄妹婚配还厉害呗 ？No， 是已知的1300种隐性遗传病。当然，标题写着中世纪的话这就不得不提到传说中的骨科选手查理曼大帝了。对于欧洲的各位二创家们来说，没有什么比扑克牌上的 King 与修女，更何况修女还是自己的妹妹做这种事情更加刺激了呀。当然，正史里面没有记载查理曼干过这种骨科的事情。关于查理曼的大帝的二创，主要依据《圣吉尔斯的一生》这本书里面说，查理曼跑去吉尔斯这里倒了，说自己有难以言说之罪。于是欧洲后期的二创里面，甚至还有人说查理曼跑去死人堆里挖坟睡觉的故事啊。不管怎么样CK3 中法兰克文化传统里面有一个武功歌比较出名的便是罗兰之歌，其中的主人公罗兰在传说里便是查理曼与他的妹妹禁忌之恋产下的后代。也许法兰克将士在那时看到浑身是血的罗兰吹响的奥林凡的号角，那一位传说为查理曼私生子兼外甥，他的血脉流淌的是来自加洛林家族那喷涌的热血眼光。这12位骑士，他们的冲锋不是为了生还，而在毁灭中完成对自己使命的最崇高的奉献。亲临这场战役的异教徒们认为圣骑士罗兰充满了那独属于殉道者的坚贞，即便是他们的后代，他们看到这篇史诗时都会赞颂道 God damn it， 怎么把我们写成异教徒了？我恨不得现在手制一份发酵1200年的巴斯克蛋糕塞到这些鸟人的嘴里，让他们体会到来自那1000多年前那比利牛斯山真正主人的恨意。上台了，米哥，掉书袋子真的磨磨唧唧的。OK， 我是百会运行，感谢你的观看咱们下次见。